的确是差一点就死了。当小女孩打开结界门，让楚风离开的时候，楚风也不是没有想过要不要离开。好在最后，楚风的良知还是战胜了自私。但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这竟也是考验。那我现在是失败了，还是怎样？楚风笑着问道。勉勉强强，算你成功了吧？小女孩说道。那我不必死了？楚风问道。别贫！小女孩冲楚风翻了一个白眼，随后将那邪神剑还给楚风。这剑对你会造成反噬，非保命之时，还是不要再用了。只是反噬，在我看来，这个后果真的是太轻了。楚风笑着接过邪神剑，随后将目光投向了邪神剑。早知你竟有了这等变化，我也不用受那么多委屈了。楚风，有几件事要告诉你。首先，不要告诉任何人你遇到过我。还有，我对你的考验还并没有结束，所以接下来你还是要靠你自己。哪怕你死了，你都不要指望我帮你。最后，自从你进入这个世界，真正的时间便没有走过。小女孩一脸凝重地对楚风说了这番话，就像是要与楚风告别一般。小孩，前面的我都明白，只是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真正的时间便没有走过？楚风问道。可忽然之间，天地大变，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消散，就连小女孩也消散了。小女孩与世界混为一体，化作一缕气焰，进入了楚风体内。因为世界崩塌，楚风陷入了一片混沌的黑暗之中，但却能够感受到那小女孩在自己的体内，她正在与自己相融，融入自己的经络之中，融入自己的血管之中，融入自己的血液之中。此时楚风明白了，这个考验的最终结局原来是一个选择，自己成为了那小女孩所选择的对象。楚风知道小女孩不是人类，却没有想到她如此神奇，神奇到能与自己相融。小女孩拥有还那么强大的力量，如她这样的存在与自己相融，自然是一件好事。可楚风有些不解的是，为何小女孩融入的不是自己的整个灵魂，而是灵魂中的经络、血液，就好像只有这些地方才能与她相融一般，并且这融合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似乎想要彻底融合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可是忽然间，楚风发现他的耳朵能够听到一些声音，紧接着他竟然能够看到一些画面。难道说，猛然间，楚风想到了一个可能，他也明白了小女孩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原来自己进入那个世界内，与小女孩经历的1年时间，在真正的现实中却只过去了一瞬间。因为眼下浮现在楚风眼前的画面，而映入楚风耳帘的声音，乃是楚风踏入那道暗黑之门后所发生的事。简而言之，楚风与小女孩经历的1年不过是幻象罢了。幻象中过了1年，而现实中却只过去了一瞬间。可那幻象是如此真实，楚风之前都未曾发现任何破绽，这让楚风不得不去感叹小女孩的恐怖。因为这小女孩的力量已经超出了楚风的认知。楚风撕心裂肺的声音不断响彻着，眼睁睁地看着楚风踏入暗黑之门后，楚氏天族的族人悲伤欲绝。不仅仅是楚氏天族的族人，许多人都很悲痛。毕竟在场之中与楚风有过交集的人不在少数。可是此时周围已经发生了巨变，人们不是在身处黑暗之中，而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内。这座大殿很大，而在大殿的半空之上有着浮空的座椅，大部分座椅都似是石头打造而成，朴实无华，但却有一个座椅宛如翡翠打造一般，这使得这个浮空座椅显得与众不同，格外的引人瞩目。这座大殿虽然很精致，但却很空旷，除了浮空的座椅便什么也没有。但身在此处，却能够感受到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并且这天地能量之中与众不同。相比于外面的天地能量，此处还混杂着外面所没有的力量，那乃是神术的力量。神之大殿，这里便是神之大殿。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许多人欣喜若狂，聪明一点的还会尽力掩饰自己的心情，但那些愚钝的人则是笑得合不拢嘴。兴高采烈的他们与那满面悲伤甚至痛哭流涕的楚氏天族等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哼，果然是一群小人！黎若初发出一声冷哼，眼中更是充满了鄙视。不仅仅是他，就连是血魔族的许多人也都发出了冷笑。这些魔族族人非常的看不起那些人，毕竟他们能够进入此处，靠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本事，而是靠着楚风。楚风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换得他们进入此处。他们不仅没有忧伤，反而如此高兴，这实在是让人心痛。笑，你们还笑得出来？猛然间，一声声怒喝响起，是楚轩正法以及楚氏天族的许多人，他们在极度悲伤之下，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也不管那些人是什么身份，而是直接开口呵斥。而那些被呵斥的人，尽管很看不起楚轩正法等人，可是他们却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念在楚风的份上，倒也没有反驳，有的默默地低下了头，有的则是干脆不予理会，而是继续观察着神之大殿。你们这些家伙！可是看着众人这般无视自己，楚轩正法等人的怒火不仅没有消减，反而越来越盛。好了，然而就在这时，楚氏天族族长却是忽然开口：楚风牺牲自我，便是希望我们能有所收获，这是他的决定，我们应当尊重他。楚氏天族族长说完此话，便坐在了地上。他非常的虚弱，并不是身体虚弱，而是他整个人的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前辈，您不必太难过，楚风他也许不会有事。黎若初上前劝道：老夫知道那小子本事，也知道这里千变万化，他的确还有生还的可能，但哪怕如此，他还是有极大的可能已经出事了。而楚风是什么样的人，老夫心里比谁都知道，他这样做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些人，是老夫没用啊！明明是一族族长，却不能兴盛我族，反而要靠楚风的帮助。他还是一个孩子，本不该担负如此重任。话到此处，楚氏天族族长的眼中流下了自责的泪水。看着如此悲伤的楚氏天族族长，其实黎若初也能够理解，楚风是为了他们而选择进入暗黑之门的。亲眼看着他人
为了救自己而选择牺牲，那不仅仅是感动，更多的是自责。倘若自己实力够呛，又岂会让他人为自己而牺牲？难过是一时的，但自责可能是一世的。所以，就连黎若初的心中都很痛苦。莫说楚氏天族族长了，可再悲伤又有何用？前辈，就如您所说，楚风是因为我们才进入了那道门，而我们为何要冒如此风险进入这里？不就是为了能够得到修炼的机会？此时，我们能够进入这神之大殿，全都是拜楚风所赐，是他用自己的性命为我们换来的这个机会。您若是不修炼，不是白白浪费了楚风的心意，楚风岂不是白白牺牲了自己？黎若初说道：“族长大人，黎姑娘说的在理，唯有我族强盛了，才能不受他人欺凌，而这也正是楚风他所希望看到的。尽管有些不妥，可我们却也当真不该错过眼前的机会。”与此同时，楚氏天族的众位长老们，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也是开始纷纷劝解。毕竟，若是这位族长大人不修炼，他们也都没有办法去修炼，而他们也都不想白白错过眼前的好机会。楚氏族长，老夫提醒你一句，这里时间有限，若要修炼的话，便抓紧时间吧，否则怕是你想修炼都是没机会了。嘈杂的相劝声中，一道强硬的声音响起，竟是血魔族族长。只不过是血魔族族长，此话并不像是相劝，而是提醒。是血魔族族长说完此话，便一跃而起，跃向了其中一个浮空的石头座椅。当他这一动身，所有人都是将目光移了过去。他们早就看出那漂浮在半空的座椅非同小可，只是不敢贸然靠近。眼下有人先出手，他们都想看一看到底是何结果。而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是血魔族族长已是来到石椅近前。忽然，刺眼的光芒涌现，那原本朴实无华的石椅，竟如明日一般，释放出耀眼的金色光芒。只不过，那不仅仅是光芒，看上去更像是屏障。这屏障是要阻止是血魔族族长登上那石椅。可当那金色的屏障出现之后，是血魔族族长的身上竟也散发出了金色光华。那金色的光华很是奇特，其中不仅隐藏着淡淡的纹路，竟然还散发着一抹浓浓的果香气息。而在那金色光华的庇护之下，是血魔族族长便成功的穿过了石椅所释放的那屏障，成功的来到了石椅之上，盘坐在了其中。下一刻，竟有肉眼可见的天地能量自那石椅之上便散发而出，围绕在是血魔族族长的周身。尽管那天地能量都在屏障之内，但却几乎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显然，经过是血魔族族长这样一做，人们都已经知道那些浮在半空的石椅的作用了，那乃是修炼用的宝物。下一刻，在场的高手纷纷跃上了高空，想要去抢夺那些石椅。可是紧接着，却是阵阵惨叫传来。原来，当他们靠近石椅之后，那石椅皆是释放出了屏障，只不过那些靠近者的身上却并没有如是血魔族族长一样释放出金色的气焰，所以他们不但无法穿透那石椅释放出的屏障，还狠狠地撞在了屏障之上。而那屏障的威力非同小可。此时，许多人都是头破血流，修为弱一点的更是被震出了内伤。怎么会这样？受伤的人们感到不解。可就在此时，传来一声闷响，竟有人肉身碎裂而亡。是有人跟着那道翡翠一般的椅子飞掠而去。那翡翠一般的椅子独一无二，而它释放出的气焰也是与众不同。正是有人冲撞到了诡异的气焰，肉身才会碎裂开来。天哪，这屏障！此时人们已是不得不承认，这屏障的可怕真是愚钝。想登上虚空之座也就罢了，竟然还有人想要登上神树王座。看着那一脸慌张且不知所措的众人，一道讽刺的声音响起，是张岩峰。当张岩峰说完此话后，本就不爽的众人便想要开口反驳，甚至还有人想出手教训张岩峰。可一道冷冽的目光横扫而下，便将那些人吓得脸色惨白。莫说出手教训楚风，连开口反驳都是不敢了。那道冷冽的目光竟是自一座石椅传来，是血魔族族长。尽管是血魔族族长已经登上了石椅，可他并没有抓紧修炼，反而是在用那冷冽的目光凝视着下方的一切。他之所以这样做，想必也是害怕当他开始修炼之后，有人去害张岩峰等人吧。而他的这个决定也是非常的正确。若不是他那冷冽的目光投射下来，怕是因等石椅失败而恼怒的众人真的会对张岩峰出手。一群懦夫，看着众人先前还想对付自己，此刻却只因是血魔族族长的一道目光而一脸后怕的退缩回去的模样。张岩峰则是毫不留情的讽刺一声，随后他脚步向前一踏，竟也是身形一纵，便掠向了其中一座石椅。他这一动身，也是吸引了在场之中不少人的注意，人们都想要看一看这张岩峰的尝试会是怎样的结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张岩峰靠近那石椅之后，他的身上竟然与是血魔族族长一样，释放出了散发着果香气息的金色气焰。而凭借着那金色的气焰，张岩峰也是成功的登上了那石椅之中。眼看着张岩峰也很快被石椅内那浓郁的天地能量所包裹，人们真是羡慕极了。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张岩峰之后，张博义、张世瑞以及是血魔族的多位高手皆是拔空而起，他们竟然都成功进入了石椅之中。请问你们是如何做到的？终于有人忍不住了，他们竟然开始向是血魔族的族人讨教。只不过他们的讨教不仅没有得到是血魔族的回应，反而换来了是血魔族的白眼以及讽刺的冷笑，说什么一条船上的人，结果只顾着自己人。魔族之人终究是魔族之人，眼见着是血魔族不肯帮自己，有气不过的人则是开始发出怨言。然而那位话音刚落，便倒飞而去，狠狠地撞在了大殿的墙壁之上。当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人已是昏死了过去。是血魔族族长，我们可从未说过和你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我族与你们依旧是死敌，不杀你们不过是给楚风小友一个面子罢了。所以我最后警告一次，别惹老夫不高兴，否则下一次出手就要你们的狗命。是血魔族族长冷声说道。听得此话，众人虽然怨声载道，但却也都不敢说出来，只能在心里埋怨一番。这也难怪，
他们与魔族本就是生死不两立，魔族族人当真没必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先前倒是他们被欲望冲昏了头，向魔族族人讨教，当真是既丢人又可笑。大人，我们不能让魔族族人占了先机啊，否则对我们不利。是啊，那是血魔族族长话说的好听，说什么给楚风面子，实际上还不是由您制衡于他才不敢撕破脸皮。可是那10亿之内天地能量如此浓郁，怕也是蕴藏了修武之道。若是放任是血魔族族长不管，他搞不好有机会突破。若是他到达了至尊境，那便连您也无法制衡于他。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大难临头啊！蛋台天族以及其他势力的人都是暗中传音于蛋台引剑，这个时候他们能指望的也唯有蛋台引剑了。而蛋台引剑是何等人物，他很清楚。这些人嘴上说的好听，实际上只是想从他这里得知该如何登上那10亿罢了。诸位，我帮不了你们，想登上那座位，得到难得的修炼机会，可不是现在努力就行的。想必在场的多数人都已经错过了这个机会。蛋台引剑说道：“蛋台大人，这是什么意思？”蛋台引剑一番话让众人慌了，但仍不死心的他们仍在追问：“老夫若没猜错，能否登上那座椅，靠的是这颗金色果实。”蛋台引剑说话间，手中一转，在那张开的手掌之中，便出现了一颗金色果实。这颗金色果实如核桃一般，但其不仅闪烁着微光，更是散发着不凡的气息，让人一看便知道这绝非凡物。莫非这便是那传说中能够进入神之大殿的金色果实？看到那金色果实，所有人都是双眼放光，锋利席卷开来，是蛋台引剑纵身而起。蛋台引剑冲着其中一座10亿飞掠而去。这一刻，人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蛋台引剑的身上也是释放出了金色的光华，而那光华正是自蛋台引剑手中的金色果实。蛋台引剑手中的金色果实化作了金色光华。此时人们也都明白了，原来能否登上浮在半空的座椅，当真是看有没有金色果实，而不是什么其他的手段和。得知这件事情后，人们也是不由得看向是血魔族，暗骂是血魔族太过阴险。是血魔族明明知道原因，却不告诉大家，反而是引诱大家去尝试，害得许多人因此负伤，甚至还有人直接死去。不过他们也只敢在心里骂一骂了。在见识过是血魔族族长的凶残之后，他们没有人敢再去招惹那个魔头。我楚氏天族族人也都修炼吧。忽然一道声音响起，乃是楚氏天族族长。此时的楚氏天族族长尽管脸色还是非常难看，甚至眼中仍然有泪光闪烁，看得出来他仍然非常的伤心。可他此刻却已经站起身来，且楚氏天族族长说完此话，便掠向了其中一座10亿。对于楚氏天族族长这个举动，许多人早就预料到了，毕竟在场的许多人可都是亲眼看到楚氏天族族长是如何凭借自己的能力而得到那颗金色果实的。有金色果实在身上的楚氏天族族长毫无悬念地登上了那10亿之上，且直接盘膝而坐，开始了修炼。见此情形，楚氏天族的其他人也是纷纷盘坐而下，闭上双眼，双手捏出法诀，运转自己修炼的功法，开始感受此处的天地能量，运用此处的天地能量进行修炼。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大多数人都放弃了登上10亿的念头后，黎若初以及孔田慧却也是纷纷掠上了10亿，这让人们感到意外。毕竟是血魔族了解着虚空神术，他们得到大量金色果实能够理解，而楚氏天族族长和蛋台引剑，他们二人都是尊者巅峰，实力强劲，能够得到金色果实也是情理之中。可是黎若初和孔田慧他们二人的实力显然是差了不少，但意外归意外，人们仔细想想，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黎若初和孔田慧虽然实力不如蛋台引剑，可在年轻人当中那也绝对是顶尖的存在，他们的能力人们也是认可的。而他们能够得到金色果实，不仅仅证明了的能力，也证明了他们是有大气运的人。可这仍旧让人羡慕，毕竟在场的每个人都想要得到这样的修炼机会。不过事实是残酷的，既然无法登上10亿，便也只能盘坐在此处进行修炼。本来大家共享此处的天地能量，有各自的修炼方法修炼，谁也不招惹谁。可谁曾想，很快这大殿之内便有了变化，有着如同萤火一般的光体开始不定时的凭空出现。而人们发现，将那光体吞入口中，不仅能够得到大量的天地能量，并且还有机会领悟到修武之道，这勾起了人们的贪念。起初人们还是遵守着规定，那萤火出现的位置距离谁近就属于谁，但很快有人不再安分守己，便发生了争抢。而有谁会愿意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被抢走？不可避免的便出现了争斗。蛋台引剑、楚氏天族族长、是血魔族族长，他们3位已经进入了特殊的修炼状态，根本就无法听到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再加上其他势力的长老也都怀有私心，也都想要得到更多的修炼机会，甚至也都纷纷参与到了争抢之中，这导致原本平和的神之大殿变得混乱起来。其他人和其他势力倒也还好，毕竟弱肉强食的修武世界他们早就习惯了。可这样的争抢落到楚氏天族族人的头上后，却引发了楚氏天族族人强烈的不满。毕竟人们能够进入此处全是靠着楚风，可他们不仅没有感恩之心，还来抢夺楚氏天族族人的修炼机会。这种情况之下，楚氏天族族人彻底爆发了。然而在贪心大起、已经近乎失去理智面前，楚氏天族所得到的并不是感恩的心，而是惨烈的教训。可恶，可恶！一声声怒吼传来，只不过却没有人听得见，因为这声音是楚风的。尽管楚风处于不知何处的虚无之的，但却能够看到神之大殿内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都被楚风清清楚楚地看在了眼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族人被人欺凌。楚风愤怒不已，只是奈何自己此刻的状态根本不受控制，他也不知道如何离开此处，进入那神之大殿，这让楚风既愤怒又无力，情绪糟糕到了极致。你激动什么？马上便融合好了。
再忍一忍。就在此时，小女孩的声音忽然在楚风耳边响起：“小孩，快放我进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族人遭受欺凌而坐视不理。”听到小女孩的声音后，楚风就像是发现了救星一般，赶忙开口。楚风很清楚，小女孩不仅能够让楚风进入神之大殿，还能够阻止一切。毕竟小女孩的力量是那样的强大。不行，我在与你融合。这个时候你是不可以动，否则前功尽弃。小女孩的声音再度响起：“小孩，我求你了！”楚风的声音之中当真是充满了祈求之意，真是拿你没办法。小女孩无奈的叹息一声。而小女孩话音落下之后，那神之大殿内竟然剧烈的颤动起来，准确来说是天摇的晃，就宛如地震了一般。这剧烈的颤抖将那神之大殿内的许多人都吓了一跳，原本乱作一团的人全部都停止了争抢，愣在了原地。要知道，人们因为抢夺修炼资源，打斗得越来越狠，可任凭是他们施展怎样的手段，却都无法撼动那神之大殿。眼下大殿剧烈颤动，让他们意识到事情可能很不简单。最重要的是，这剧烈一颤，使得那原本在10以内修炼的众人也都是醒了过来。你们在做什么？当处世天族族长看到此时神之大殿的局面之后，顿时脸色大变，猛然间便从10以上站了起来，真是放肆！不仅仅是处世天族族长，澹台引剑也是猛然起身，脸上满是愤怒之色。他们都是经历过风雨的人，什么场面没见过？只是看一眼此时下面混乱的场面，便知道定然是因为争抢修炼资源而造成的。处世族长，每颗金色果实只能让你登上这虚空之座一次，除非你还有金色果实，否则我劝你不要离开。一道提醒的声音响起，乃是血魔族族长。听得此话，原本要离开10以的澹台引剑则是老脸一紧，随后那已经踏出去的脚则是默默地收了回去。然而处世天族族长却好像没有听到是血魔族族长的话一般，直接身形一纵，自那10以飞落而下。族长大人，您要为我们做主啊！而看到处世天族族长之后，处世天族的众人则是赶忙来到处世天族族长身旁，哀嚎阵阵。此时处世天族族长的老脸之上也是布满了的愤怒。处世天族的族人之中，多人负伤，如楚轩正法更是身负重创，浑身是血，极为的虚弱，就跟快要死了一样。但这并非最可怕的负伤，最可怕的是处世天族有人死了，有的还能看到尸体，有的连尸体都没有了，被人硬生生的给打得魂飞魄散。是何人伤得我族人？给老夫滚出来！比雷霆还要刺耳数倍的声音在这神之大殿内震荡开来，那声音之恐怖，震得许多人满面痛苦。人们都清楚，处世天族这位族长是真的动怒了。此一时，那些人也都是不敢说话，毕竟处世天族族长乃是一位尊者巅峰的高手。我族楚风为了能让你们进入此处，不惜舍弃自己性命，你们就是这样报答我族的？处世天族族长凝声问道。而众人则是低头不语。其实他们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只是奈何人心本来就是如此可怕，不是所有人都懂得知恩图报。在利益面前，往往更多人的选择是恩将仇报。知道对错是一回事，但如何做又是一回事。从道德方面而言，那些动手的人都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可他们还是做了。因为换个角度来看，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这样的事，从获取利益的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选择。族长大人，是澹台天族的畜生们，他们不仅打伤了我族多人，还杀了我族37人。族长大人，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样算了。一道极为虚弱的声音响起，甚至说这话的时候还带着哭腔。是楚轩正法。楚轩正法身负重创，浑身是血，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是别人搀扶着他来到的处世天族族长身旁。正法，你先坐下，我来为你疗伤。处世天族族长赶忙为楚轩正法疗伤，可明眼人却也注意到，对于楚轩正法所说的话，处世天族族长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其实此时处世天族族长的内心也是非常的痛苦，眼见着自己族人遭受星号，身为族长最该做的事就是讨回公道。事实上，若是换做其他势力的人杀了他处世天族的族人，他也定然是要为自己的族人讨回公道的。但当他知道做出这种事情的是澹台天族后，他却犹豫了。不是他懦弱，而是澹台天族可不是一般的势力，这可是祖武星域真正的庞然大物，是祖武星域10大天族名列第2的存在，是有至尊境高手坐镇的强大势力，是连星域主界都不能轻视的势力。哪怕他如今已是尊者巅峰，可若与澹台天族相比，却也是相差甚远。尽管处世天族族长此时非常的愤怒，可是理智却告诉他不可轻举妄动，不可与澹台天族撕破脸皮。所以此时的处世天族族长非常痛苦，他一方面承载了族人们的希望，族人们都在等着他为处世天族出一口气，可另一方面他又很清楚，若是今日出了这口气，那么来日换来的可能就是处世天族的灭顶之灾。是谁这么大胆，竟敢重创处世天族族人？给老夫滚出来！一声雷霆般的怒喝响起，丝毫不亚于先前处世天族族长的那声怒吼。是澹台引剑，尽管澹台引剑没有如处世天族族长一样从那10以之上下来，但他却也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眼见竟是自己的族人犯了大错。澹台引剑身为太上长老，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太上长老大人，我们也并非有意的，实在是刚刚局势太过混乱，我们失手了。太上长老大人，我们真的不是有心的，实在是失了手，真的不是故意的啊！此时澹台天族那些对处世天族出手的族人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对于太上长老的话，他们可是不敢违抗的。向我跪有何用？澹台引剑冷声问道。听得此话，澹台天族的那些人便立刻明白了，于是他们转而跪向了处世天族族长，不仅痛哭流涕，大有一副悔过的架势，更是开始认错求饶。处世族长，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但大错已经铸成，
还望严惩。那声音充满忏悔之意，就宛如他们真的知错了一般。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就是一场戏，他们在做戏。包括蛋台引荐，他看似愤怒，可并没有真的惩罚自己的族人。他们这样做，无非就是给处世天族族长一个台阶下。事情他们是做错了，但他们却也认错了。正常来说，处世天族族长也应该算了，否则真的撕破脸皮。倒霉的可不是蛋台天族，而是处世天族。换句话说，蛋台天族愿意给处世天族这个台阶，已经是给足了处世天族面子了。如若不然，蛋台天族这样的势力，就算杀了你族人，你又能如何呢？难不成还敢向蛋台天族宣战不成？就算你处世天族族长是尊者巅峰的高手，可是蛋台天族就没有尊者境的高手吗？不说其他，哪怕一个蛋台引荐，怕就不是处世天族族长能够对付得了的。而连最强的族长大人都无法战胜蛋台天族，那么处世天族剩下的族人又当如何与蛋台天族抗衡？正因明白眼前的局势，所以处世天族族长也是一脸的为难。而旁人都看得出处世天族族长的为难，但他们也能够理解处世天族族长的为难。他们也都知道，哪怕蛋台天族有错在先，甚至是杀了处世天族族人的性命，可是这件事情怕也是要这样不了了之。没办法，谁让蛋台天族那般强大呢？这不只是处世天族的悲哀，而是弱者的悲哀。自身实力不足，便只能任人欺凌。处世天族族长叹息一声，随后便要开口。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一开口，定然不会真的惩罚蛋台天族族人，这件事应该就到此为止，就这样了结了，自然是要严惩。可是当这句话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处世天族族长难道真的要严惩蛋台天族族人？他有这个胆量？不对。可是很快人们又发现不对劲，这句话根本就不是处世天族族长说的，这个声音更像是楚风。楚风。可是下一刻，人们不仅神色惊讶，他们的声音之中更是充满震惊之色。他们发现了一道身影，就站在处世天族众族人身后，而这个人乃是楚风。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处世天族等众族人也是纷纷回头观望，这才发现楚风当真就站在他们身后。凡儿，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吗？看到楚风，处世天族族长以及处世天族的众人都是欣喜若狂，就宛如忘记了刚刚遭受的耻辱一般。就连原本虚弱的，连站起来力气都没有的楚轩正法，此刻竟然摆脱了搀扶他的人，健步如飞地跑到了楚风的近前，苍白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原本愤怒的双眸则是闪烁起了泪光。不是那些处世天族族人的性命不重要，而是楚风对于处世天族来说太重要了。当他们发现楚风竟然还活着的时候，当真是所有不好的事情都不再那么重要了。楚风还活着，这对于处世天族来说便是最大的好消息。族长大人，正法大人，诸位前辈，我楚风无碍，让你们担忧了。楚风说道。好好好，楚风小友还活着，这便好啊。10椅之上，蛋台引荐也是发出喜悦的声音。蛋台长老，您当真觉得我楚风活着是一件好事？楚风抬头望向蛋台引荐，只是楚风给出的脸色可并不好看。楚风小友，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能够进入此处，全是靠了你。若是没有你，我们怕是已经丧命。对于你所做的，我们都铭记于心，我们当然都希望你没事了。蛋台引荐说道。只是我楚风若活着，你族人对我族人所做的事，便绝对不能这样了结。楚风说道。而楚风此话一出，莫说其他人，就连蛋台引荐的脸色也是有所变化。他看得出来，楚风不像是处世天族族长那么好说话，他怕是真的要为他的族人讨回一个公道。楚风说话间，走到了那些蛋台天族族人的身前，分别指向了其中5个人。你，还有你们5个站出来！楚风说道。而他此话说完，那5个人先是抬头看了看蛋台引荐，在蛋台引荐点了点头后，才站了出来。你们5人杀了我族人，这件事你们认不认？楚风问道。听得此话，那5人顿时脸色铁青，眼中涌现出惊恐之色。他们不知道楚风是如何知道是他们5个杀了处世天族族人的，毕竟这件事他们从未说出来过。而之前场面混乱，怕是在场的人也根本都记不太清吧。但先前楚风都没有在场，他又是如何准确的知道这一切的？大丈夫敢做不敢当。楚风冷声问道。对，是我做的。有一个人不知是怎么想的，不仅认了，在他承认的那一刻，竟然还挺胸抬头，就宛如他做的不是一件错事，而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一般。是我。而在第1位之后，剩下的4位竟然也纷纷开口，一个个的都是理直气壮，与先前那满面惭愧的忏悔模样全然不同。这也正常，他们先前那样认错，不过是在做戏罢了。毕竟他们心里很清楚，处世天族根本就不敢真的怎么样他们。既然你楚风非要我们认，那我们认便是，倒是要看看你到底能如何。很好。楚风点了点头，随后楚风的眼中涌现出一抹狠色。只见楚风手臂一挥，武力横扫而出，只听砰砰砰砰砰，5道闷响传来。那蛋台天族的5人尽皆是暴体而亡，他们全部都被楚风所杀。看到这一幕，许多人都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蛋台引荐，都没有想到楚风竟会真的杀了他蛋台天族的族人。楚风，你好大的胆恶啊！蛋台天族族人呵斥楚风，可话还没有说完，便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不仅仅是那个呵斥楚风的人，那些先前跪在地上承认自己重创过处世天族族人的蛋台天族族人，此刻都是满面痛苦的倒在了地上，抓着自己的丹田，一边哀嚎一边翻滚。他们的丹田都被洞穿，他们的修为全都被废除。是楚风将那些人的丹田废除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楚风说这8个字的时候，冷酷无情，甚至那冷冽的脸庞让人看到之后更是会心生惧意。狠，太狠了！这种狠可不仅仅是敢下狠手这么简单。楚风的狠
是狠在他敢挑战强权，敢对蛋台天族的族人下如此狠手。放肆，竟敢杀我族人！楚风，你是不想活了？蛋台天族的多位长老满面愤怒地站了出来，那个样子就跟要将楚风吃掉一样。果不其然，先前的一切都是伪装的而已。当他们的族人真的遭受了惩罚之后，他们便露出了丑恶的嘴脸，杀人偿命，有何不敢？楚风一脸不屑，狂妄小辈，你是欺我蛋台天族，没人了不成？今日若不给你一些教训，你怕是不知天高地厚。那位长老说话之间，竟将武力释放而出，他竟然对楚风出手了。然而他那武力席卷而出之后，楚风不仅安然无恙，反倒是那位长老倒飞而去，满身伤痕。是楚氏天族族长，是楚氏天族族长出手将蛋台天族的长老击退。怎么杀了我族人还不过瘾？现在还要杀我族天才，杀你们的救命恩人吗？楚氏天族族长凝声问道。此刻的他不仅脸上布满怒意，他的眼中更是充满了杀意。这先前的他完全不同，先前的他满面为难，所有人都知道他不会真的对付蛋台天族的族人，可是现在的他满面狠辣，这个时候若是招惹他，怕是会命丧黄泉。看着如此强硬的楚氏天族族长，那些先前叫嚣的蛋台天族长老们也是不敢再贸然出手，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蛋台引剑。只是此时的蛋台引剑却是闭着眼睛，大有一副这件事他不插手的架势，这让蛋台天族乱了阵脚，连太上长老都放手不管了，他们又当如何？尽管很不服气，可是他们此刻却也不敢再放肆。多谢族长大人。楚风对楚氏天族族长施礼道谢。楚风，你似乎知道都有谁对我族人动了手，把他们全部揪出来，放心的去做，只要有老夫在，谁都休想动你。楚氏天族族长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的，先前他的确想过妥协，可是当楚风杀了蛋台天族的族人之后，他便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任何人他都可以放弃，但唯有楚风不行。楚风是他楚氏天族的希望，哪怕牺牲自己，他也要保楚风安宁。遵命。楚风对楚氏天族再度施礼，随后便将那冷冽的目光扫向在场的众人。先前对我族人出手的可不止蛋台天族，你们是自己滚出来，还是我楚风直接动手？你们自己认错，还有回旋的余地。若要我楚风揪出来，你们便连认错的机会都是没有。楚风声音冰冷，目光阴沉，他的一字一句都如死亡降临，压迫力十足。看着这样的楚风，连常人都感到害怕，就莫说那些对楚氏天族族人出手的人了。最重要的是，楚风的目光扫过了在场的所有人，而被楚风目光所扫到的同时，那些先前出手的人都是心中一颤，在那一瞬间冷汗都下了出来。不是他们胆小，而是在那一刻他们便知道自己已经败露了。楚风知道他们动了手，他们根本无法隐瞒。楚风少爷，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是我们鬼迷心窍，求您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一时之间，各方势力都有人站出来，直接跪在了地上。他们不是没有尊严，也不是懦弱，而是在理亏的情况下，又遇到如此狠辣如此强势的楚风，他们很清楚站出来认错是最佳的选择，否则连蛋台天族的人楚风都敢抹杀，他们还有活路吗？主动站出来，也许还能活着，否则今日在这个地方，怕是没人能够保得住他们。不只是对我楚氏天族族人出手的，对我大千上界之人出手的，全都给我滚出来！楚风再度说道。楚风此话一出，莫说那些来自各方的强大势力，就连大千上界的势力们也都是为之一愣，那迷茫的眼中涌现出难以置信之色。楚风为楚氏天族出头，情理之中，可是现在难道说楚风还要为他们出头？楚风他要为大千上界所有的人出头，只是楚风此举却也让原本看热闹的人脸色变得阴沉与不安。他们之前顾忌楚氏天族，的确没有对楚氏天族出手，可大千上界的其他势力则不然。大千上界的其他势力在他们眼中如同蝼蚁，所以若论死伤，大千上界其他势力死伤的人数远非楚氏天族可比。楚风若要揪出对付楚氏天族的人也就算了，终究敢对楚氏天族出手的还是少数，可若要揪出对大千上界之人出手的，哪怕是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难逃一劫。楚风少爷，你这边有些过分了吧？你为楚氏天族族人出头，我们都能理解，毕竟你有恩于我们，我们于情于理都不该伤你族人。可那大千上界的人又与你有何关系？一位年迈的老者问道。此人可也不是一般人，他乃是10大天族之一，濮阳天族的长老。我族乃大千上界主宰，大千上界所有生灵都在我族庇护之下，你问与我有何关系？楚风讽刺的一笑，又道：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懂，你是怎么做濮阳天族的长老的？那位长老气得脸色铁青，可却又不知该如何反驳。毕竟楚风所说，倒也的确在理，一方上界主宰的确有着保护一方上界子民的职责，只不过大部分上界主宰都没有尽到这个职责，这也导致久而久之，许多人都忘记了这个职责。今日楚风提起，倒也算是让他们记起了这件事。你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很好，是你们自己逼我楚风动手的。忽然，楚风手臂一抬，磅礴的武力便自其掌心释放而出。紧接着，楚风手臂挥动，那武力化作无数长剑飞射而去。一时之间，惨叫连连，数千人被那长剑击中，满面痛苦地倒在地上。仔细一看，他们的丹田竟都被洞穿。楚风竟然真的出手了！见此情形，那些先前对大千上界动手的人，哪里还敢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纷纷站出来向大千上界那些势力认错。此时莫说旁人，就连大千上界的那些势力们都不敢相信自己这样的身份，竟然能让这么多来自强大势力的人物向自己认错。要知道，此时向他们认错的有许多可都是10大天族的族人啊！惊叹的同时，大千上界各方势力之人也都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眼中尽是感激，因为他们知道能够让他们此时拥有如此尊严，
不是他们自己多么了不得，而是楚风站出来为他们撑了腰。而当那些人认错之后，楚风也便没有再对他们做出严厉的惩罚。楚风要做的很简单，杀自己族人者必然要杀人偿命，但也不止如此。楚风这样做就是要为楚氏天族争回一口气，为大千上界争回一口气，而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便没有打算赶尽杀绝。毕竟现在还不是时候。今日那些人理亏，楚风对他们做出相应的惩罚，他们也只能受着。但倘若楚风真的赶尽杀绝，那怕是真的会掀起战争。我楚风进入暗黑之门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你们会知恩图报，但我楚风带你们进入此处，也绝对不是因为你们身后的势力有多么强大。所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千万不要仗着你们身后的势力，便是非不分的为非作歹。就算做了，最好也不要被我楚风抓到，否则我管你是哪个天王老子，我楚风绝对不会客气。楚风说完这番话后，便不再理会众人。楚风很清楚，在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没有人会真的屈服自己，更没有人会真的惧怕自己。可能现在那些人不敢顶撞楚风，但内心却可能在嘲讽楚风，甚至想着怎么报复楚风。不过没有关系，楚风并不在意，毕竟楚风清楚，早晚有一天，此处的这些人都会发自内心的对自己产生敬畏，就像曾经百炼凡界的那些人，就像是曾经九州大陆的那些人，他们可能此时还是这方天地的强者，但楚风却不是。这里还不是楚风驻足的地方，这里只是楚风前行之路一个地点罢了。楚风，你真的没事吗？楚氏天族族长来到楚风的身旁，哪怕此刻的楚风生龙活虎，可亲眼看着楚风进入那可怕的暗黑之门后，楚氏天族族长仍是非常担心。族长大人，我没事了，那暗黑之门也只是一个考验罢了，虽然很难，但显然他未能难住我。只是这神之大殿迟早会关闭，所以晚辈恳请您闭关修炼，莫要错过良机。楚风说话间，手腕一转，在他的手中便出现了一颗金色果实。看到这颗金色果实，楚氏天族族长以及在场的其他人便都明白了楚风的意思。楚风，万万不可，这个必须你自己留着。楚氏天族族长说话间，便强行将把那金色果实推了回去。他能有今日的修为，都靠楚风将那远古遗迹内的修炼资源给了自己，而这样的进步原本是应该属于楚风的，所以他对楚风本就已是充满了惭愧与自责，又岂会再接受楚风的帮助？族长大人，我还有啊！楚风说话间，手掌一翻，又有一颗金色果实出现在了楚风手中，竟然有2颗。看到楚风手中的2颗金色果实，莫说旁人，就连是血魔族族长都是目露一抹惊讶。他可是非常清楚这金色果实有多难弄到。族长大人，楚风将其中一颗金色果实塞到了楚氏天族族长的手中，而这一次楚氏天族族长倒也并没有再拒绝。随后楚风将手中的另外一颗金色果实递给了楚轩正法。不可不可，楚风太贵重了，你自己留着，我不能要。见状，楚轩正法也是如楚氏天族族长一样，开始连连推脱。您就收着吧，我还有。楚风说道。还有。听得此话，众人满面复杂，一颗金色果实都已是那么难以得到，楚风真的有3颗，不仅仅是外人怀疑，连楚轩正法也是不信楚风。可谁曾想，楚风手掌自乾坤袋划过，他竟真的又取出了一颗金色果实，竟真的还有。人们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就连楚轩正法也是如此。而他还没反应过来，楚风已是将那金色果实强行塞到了楚轩正法的手中。随后楚风将手中的另外一颗金色果实递给了楚氏天族内的太上长老楚汉鹏。本来楚汉鹏还想推脱，可是看着楚风那一副你非收下不可的样子后，他则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除非你还有，否则老夫不会收的。楚风笑了笑，随后便真的又取出了一颗金色果实。此时人们已经不是惊讶那么简单了，因为楚风在把金色果实依次塞给楚氏天族族长楚轩正法以及楚汉鹏后，并没有收手的意思。他来到了3个人的面前，这3个人都是楚轩正法的手下，皆是刑罚堂的人，而这3个人楚风早就认识，他们分别是楚刑天、楚刑的以及楚刑人。楚风，你该不会还有吧？楚刑天问道。前辈真聪明。楚风说话间，便又取出3颗金色果实，分别递给了这3人。这楚风到底得到了多少金色果实啊？人们此时已经不是羡慕了，而是嫉妒，疯狂的嫉妒。那金色果实可是能够登上所谓的虚空之作的，而那虚空之作内所蕴含的天地能量，用肉眼都可以看到，可想而知那是怎样的修炼圣地。在楚风出现之前，除了是血魔族的那些人外，他们这些人中只有楚氏天族族长以及蛋台引荐、黎若初和孔田慧4个人得到过金色果实。可是现在楚风自己一个人却拿出了6颗金色果实。可忽然间，楚风手臂一扬，竟有30道金色光华自其乾坤袋内飞掠而出，那竟是30颗金色果实。在楚风分给了楚氏天族族人6颗金色果实之后，他竟然又拿出了30颗金色果实。楚风小友，你是从何处得到这么多金色果实的？楚风小友，你这金色果实可否卖给老夫1颗？你开个价，只要不是太过分，老夫都能接受。卖给我1颗吧，楚风小友，我拿至宝与你来换。卖我，卖我！这一下，围观的众人也是随之疯狂了。他们羡慕与嫉妒的同时，却也看到了希望。他们已经来不及去想楚风是从何处得到这么多的技术呢？果实了。他们此时此刻只想拥有这金色果实，他们想以高价来收购楚风这金色果实。这果实只分给我族人，不卖。然而楚风这一句话说出后，却让人们感到绝望。而最令人绝望的是，楚风竟真的将手中的29颗金色果实依次分给了楚氏天族的族人。看着这一幕，人们真是又气又无奈，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此处。但显然这最大的赢家不是他们，
而是处世天族。诸位前辈，时间有限，抓紧修炼吧。楚风将果实分过之后，对处世天族的众位前辈说道。此刻，大家也不犹豫，纷纷掠向了那些漂浮在半空的石椅之上。有金色果实在手，他们都成功的踏上了石椅。而此时，楚风则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与众不同的座椅，也就是张岩峰口中的神树王座。楚风小友，你也是感受过那神树力量的人，你应该知道这神树王座有多么难以攀登，除非你有传说中的神之果实，否则休想靠近这神树王座。然而，楚风还没有动身，一盆凉水便泼了下来。是血魔族的族长，神之果实，那是什么？听的是血魔族族长的话后，人们则是一脸好奇。此时他们明白，对于这虚空神树，他们当真是了解的太少了。可相比于旁人，楚风却是面无波澜，摊开手掌问道：“前辈所说的神之果实，可是这个？”那是。看到楚风手中的金色果实，是血魔族族长顿时目瞪口呆。楚风手中的金色果实与众不同，不仅样貌不同，就连气息也是不同。其他金色果实所散发的气息乃是不凡的气息，而这颗金色果实所散发的气息却是王者之气，是血魔族族长。尽管没有见过神之果实，可在见到楚风手中的果实之后，他便确定那一定是传说中的神之果实。族长大人，那真的是神之果实？此时，张岩峰三兄妹也是满面惊骇地看向了是血魔族族长，想要确定这是否是真的。毕竟身为是血魔族族人，这一生都在为这虚空神树而准备着，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关于这虚空神树的一切，也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这神之果实是多么难以获得。相比于楚风得到的36颗金色果实而言，想得到这神之果实的难度无疑更大。你是从何得到的？是血魔族族长问道。当问出此话的同时，他的声音之中也是充满了羡慕。我如果说是在路边随手捡到的，你可会信？楚风淡淡一笑，还不待是血魔族族长回答，他又说道：无论信不信，这便是事实。楚风此话一出，许多人都怀疑楚风是在欺骗他们，他们都觉得楚风可能是自那暗黑之门内得到的，他们都猜测那暗黑之门内应该有着许多至宝，楚风这些金色果实都是在那暗黑之门内得到的。可是血魔族族长却是忽然高声呼喊起来，这绝对不是巧合，是他选中了你，是秦昆仑大人选中了你。可是这是为何啊？为何不是我族人，而是你？显然相比于其他人，是血魔族族长相信了楚风所说的话。秦昆仑大人，难道说秦昆仑大人真的还活着？起初人们都不相信是血魔族族长的话，可是事到如今，经历这么多之后，他们也是不得不去重新思考，是血魔族族长所说的是否是真的？那秦昆仑是否真的活着？那传说中的存在是否真的与是血魔族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族长大人，怎么会这样？张诗睿和张博义一脸茫然地看向了是血魔族族长，那迷茫的目光似乎很想知道一个答案。而相比于张诗睿和张博义，张岩峰则是没有说话，但是在他的脸上布满了落寞之色。是血魔族族长没有回答，可是他看向张岩峰三人的眼神之中却充满了心疼。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教导张岩峰三人，告诉他们三个，他们乃是天选之子，不仅仅是血魔族的未来，更是秦昆仑大人所指定的人选。他们此次来到虚空神树，张岩峰三人便是为了继承秦昆仑大人的力量而来。可是眼前的这一切却都在告诉他们，似乎天选之子并不是他们三个，而更像是楚风。这个结果自然让张岩峰三人难以承受，这注定会对他们三人造成不小的打击。可是忽然一道身影高高跃起，哪怕是神情落寞的是血魔族族长等人，也都是赶忙将目光投了过去。是楚风。是楚风掠向了那神树王座。当楚风靠近之后，神树王座便释放出了碧绿色的气焰。那气焰与众不同，它不像是一个屏障，更像是无数只利爪，欲将靠近者给硬生生的撕碎开来。可是当楚风靠近之后，楚风手中的金色果实便立刻释放出了金色的气焰，两者对抗开来，竟掀起了一阵涟漪。只是楚风虽然并没有被那神树王座释放的气焰所击中，但金色果实却也并没有消散，而楚风也无法登上那座椅。双方就这样僵持下来，但楚风显然没有打算就这样继续僵持，他握住了那神之果实，且张开了嘴巴。楚风，这神之果实不能吃！一声呵斥响起，是血魔族族长。楚风，这神之果实就是在诱导你，它看上去可以吃，可实际上极为狂暴，若是吃了，你怕是会有生命危险。是血魔族族长再度说道：前辈，您所知道的，晚辈都知道，可是世事无绝对，也许这神之果实就是故意让人畏惧它，让人不敢吞噬它呢。楚风反问道：楚风，你这是在拿自己你的性命冒险？是血魔族族长说道：我们一路走到这里，我楚风哪一次不是在以性命冒险？楚风说道。而他此话一出，是血魔族族长竟无言以待。是啊，一路走来，楚风不都是在以性命冒险吗？哪一次不是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而就在是血魔族族长愣神的功夫，楚风已是将那神之果实吞入了腹中。那神之果实被楚风吞下之后，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很快便平息了下来。当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楚风的身上竟是光芒璀璨，而他所散发的光芒又与旁人不同。旁人散发的光华，人们能够看得出来是其他物体散发的，但楚风不一样。此时此刻，那光华就是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那光华正是来自楚风。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此时楚风竟然穿过了那神树王座释放出的气焰，成功了，居然被他猛中了，这运气也太好了吧！张诗睿一脸的不高兴，很显然他是希望楚风失败的，但眼前的结果则是让他非常的不爽，这可不是单纯的运气。张岩峰说道：不是运气是什么？他不就是猛的吗？
张诗睿愤愤不平地说道：“我的傻妹妹，她可不是猛的，那是她的决定，并且她很有魄力。正因有着这股常人没有的魄力，她才敢于去执行她的决定。其他的不论，只论这股魄力，我便不如她。我似乎明白为何她会是秦昆仑大人所选中的人了。”张岩峰说道。听得此话，张诗睿则是眉头皱起，随后看向楚风的目光中竟充满了怨念。他的大哥张岩峰可是他的偶像，可是现在他的大哥竟然开始承认他不如楚风，这让张诗睿难以接受，所以才会对楚风的怨念越来越深。尽管成功登上了神树王座，但想要得到神树王座内的力量可并不容易。对楚风而言，这才只是一个开始。是血魔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张岩峰等人则是不可否认的点了点头。楚世天族族长以及澹台引荐等各方势力的人不明白那神树王座的厉害，但他们是血魔族的族人却清楚，那伏在神之大殿内的那么多座椅中，虚空之座内蕴藏是天地能量，可唯有神树王座它蕴藏的不是天地能量，它蕴藏的乃是修炼至宝。但想要得到那修炼至宝，便需要先征服那修炼至宝。可想要靠近那修炼至宝，已是如此之难，可想而知，想要征服那修炼至宝，又将是何等的困难。毕竟这修炼至宝可是虚空神树内独一无二的珍品，那是运10万年才会只出现一颗的神树种子。楚风登上那神树王座之后，那神树王座便被碧绿色的气焰所包裹，人们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也不知道楚风到底在经历些什么。但是听到是血魔族族长的话后，人们却是能够猜测得到，楚风想要得到那神树王座内的力量，似乎并不容易。而在亲眼见证了楚风登上神树王座之后，大家也是准备继续修炼。毕竟不管楚风能否成功，与他们关系都不大，唯有他们修炼来的才是属于他们自己。所以说这颗金色果实便没用了。可谁曾想，就在大家准备安心修炼的时候，楚风的声音却再度响起。听这个声音，似乎楚风没什么大碍啊。众人从楚风的声音中听得出来，楚风此刻似乎非常轻松，所以那些担心楚风的人倒也是放下心来。可是楚风的下一个举动却是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夏姑娘，送你了。楚风声音再度响起，紧接着自那神树王座之中便飞出一道金光，直奔夏雨而去。夏雨儿探手一抓，便将那金色物体抓在手中。当他看到手中的物体之后，一张精致的小脸之上布满惊骇之色，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是真的，因为此刻握在他手中的还是众人都想得到的金色果实。楚风，这太贵重了，我给你的就是给你的，你若不要就扔了吧。夏雨儿本来还想拒绝，可是楚风的这句话说出后，却让他找不到了拒绝的理由。谢了。夏雨儿非常感激楚风，毕竟这份礼物着实太过贵重了一些。贵重，当然贵重，但楚风却不这么觉得，他给夏雨儿完全就是心血来潮，只是当时想给便给了。毕竟楚风就是这样一个把他人眼中之珍宝看得比较轻的人。而就在向楚风道谢之后，夏雨儿又做出了一个令人较为意外的举动，他恭敬地向4个方向依次鞠躬。这个举动起初还有人不解，直到夏雨儿开口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诸位前辈，实在抱歉，此物乃楚风赠送于我，我若是将其卖了，便是辜负了他的一番心意，所以我是不会卖的，还望各位前辈见谅，希望各位前辈能够理解。夏雨儿以充满歉意的口吻说道。原来是当楚风将那金色果实给予了夏雨儿之后，许多人开始暗中传音于夏雨儿，表示想要高价购买那金色果实。夏雨儿不想卖，又不想得罪这些人，所以才做出了这个举动。丢不丢人，都有一点当前辈的风范可以吗？莫要再为难人家小姑娘了。一道不悦的声音响起，乃是澹台引荐。这位姑娘，若是还有人暗中传音于你，你便告诉老夫，老夫替你做主。随后澹台引荐又对夏雨儿说道。多谢澹台大人，诸位前辈都很体谅我，以没有人再与我暗中传音。夏雨儿很聪明，明明仍有人暗中传音于他却说没有人继续暗中传音于他这个举动倒也是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不少人都不再骚扰于他。当然不要脸的人还是很多的，哪怕夏雨儿这样做，还是有人继续暗中传音，以软磨硬泡，甚至是威胁的方式，希望夏雨儿能够将那颗金色果实卖给他。夏雨儿也清楚，只要这金色果实还在他的手里，他就不可能安宁。于是夏雨儿再度对楚风所在的方向施以大礼，那是表示对楚风的感激。随后他娇躯飘起，宛如仙子一般跃上半空，来到了其中一座石椅之前。有金色果实在手，夏雨儿自然是毫无悬念的便登上了那石椅。这个小姑娘才是真的走运啊。此时不少人对夏雨儿都是充满了羡慕，毕竟夏雨儿不是楚世天族族人，并且她也什么都没有做，可以说是白白捡到了一颗金色果实。所以说结交一个朋友是多么重要。然而羡慕归羡慕，人们却也知道这其实是夏雨儿的运气，她的好运气便在于她结交了楚风这个朋友。当夏雨儿登上石椅之后，人们的内心倒也逐渐恢复平静，随后大家也是开始继续修炼。但众人不知道的是，这神之大殿内发生的一幕幕却被王强和活死人看得清清楚楚。尽管当楚风等人选择用另一个方法进入神之大殿后，那湖面上便无法看到楚风等人的踪迹，可是这神之大殿内的一切却是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自从这些人进入神之大殿后所发生的一切，王强和活死人都是看到了。我兄弟果然厉害，我就说他可以登上那狗屁神树王座吧。此时王强那叫一个兴奋，那叫一个得意，就宛如登上那神树王座的是他自己一般。先前谁哭天抹泪，觉得你兄弟可能死了的人是你吧？这回又觉得你兄弟厉害了。活死人笑着问道：你懂什么？我那教官关心我兄弟，这么多人都进入了神之大殿，唯有我兄弟他没有在。
楚氏天族那些人又哭唧唧的说我兄弟死了。那我就算再相信我兄弟的本事，可我也会产生疑虑，我也会担心啊。王强一本正经的辩解着。行，你说的对。活死人无奈的摇了摇头，清楚王强为人的他，倒也是懒得与王强争辩，而是再度将目光投向了那神之大殿，而他的目光所盯着的，依旧是那神树王座。尽管什么都看不到，但他却是看得较有兴致。话说回来，你这个朋友当真有些了不起，他比你小子还要厉害得多呀。王强说道。那是必须的，我兄弟有多厉害，还用你说吗？王强脸上的得意之色越来越浓，这么优秀的小鬼的确少见，若不是遇到了你，我还真想借用一下他的身体。活死人说道。老东西，我可警告你，别打我兄弟的主意。王强一脸凝重地指着活死人。放心，你虽然本事不如你兄弟，但你毕竟是四凶神体，你依旧是我最佳的人选。活死人发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声。